操！那董事长被罪上加罪这句话吓得面色惨白，惴惴不安地说道：那现在就只能把暗花撤回了。你说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会怎么对付我？金发男子道：董事长，我觉得那个史蒂夫既然在财阀圈子里公开喊话了，也就等于所有财阀都在盯着这件事的后续。您这时候及时撤回暗花，向他请罪，他应该不会太为难您。如果您听话照做，他还继续为难您的话，他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。而且这件事的基本逻辑是，您下暗花在先，他宝塔瓦纳在后，所以您这就不是故意挑衅他。当他表明要宝塔瓦纳的时候，您及时给他这个面子，那他应该也不会为难您了。您说呢？董事长听到这里，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微微点头道：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之前也不知道塔瓦纳竟然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系，知道的话，我就算这辈子不回美国，也不可能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作对。说罢，他立刻道：赶紧先把暗花撤回，另外我这就打电话给史蒂夫，怎么才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？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，以及史蒂夫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二把手的身份，美国财阀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没资格直接与他联系的，没他的联系方式也很正常。那金发男子忙道：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放出话来的时候留了一个专线号码，随时可以跟他联系。快把号码给我。1分钟后，正在享用午餐的史蒂夫面前一台加密的卫星电话忽然响了起来，他放下刀叉，按下接听键，冷冷说道：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谄媚又慌乱的声音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是芬克尔斯坦家族的马特·芬克尔斯坦。芬克尔斯坦？史蒂夫皱眉问道：你们家族是从德国过来的吧？是，马特·芬克尔斯坦恭敬地说道。我们家族是1938年来的美国。史蒂夫应了一声，道：塔瓦纳的暗花是你下的？是，马特·芬克尔斯坦羞愧不已地说道。在下不知道您与塔瓦纳认识，所以才下了那10亿美金暗花，多有得罪，还请您见谅。暗花我已经让人撤回了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也不会再对塔瓦纳动任何不轨之心。史蒂夫冷声道：你先等着不要挂，我一会跟你说。马特赶紧道：好的好的，我在这等着您。史蒂夫将卫星电话的通话静音，随后用自己的电话给叶晨打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他便立刻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下暗花的人找到了，叫马特·芬克尔斯坦，暗花也撤回了，我听他电话里好像有飞机引擎声，可能正往外跑。这个人您想怎么处理？要不要我代劳？叶晨道：我跟这个人无冤无仇，暗花撤回，确保他不会再犯就行了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行，史蒂夫道，算他命好。叶晨又道：对了，这个人这么着急杀塔瓦纳，一定有很大的外部压力，我建议你把他保护起来，以后说不定有大用处。史蒂夫道：给他压力的肯定是那些平时日跟他一起作恶多端的财阀和政要。华盛顿局势骤变，很多人现在惶惶不可终日，估计与这都有关系。此人肯定也掌握不少秘密，我留他当一张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配合。叶晨笑道：你跟他说，当一群无恶不作的野狗都要被抓去安乐死的时候，野狗之间互相撕咬是没意义的，只会让人们更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全部抓起来杀掉。这种时候，不是哪条野狗最狠哪条野狗才能活下来，而是哪条野狗被人领养，哪条野狗才能活命。史蒂夫嘿嘿一笑，懂了叶先生，我这就点点他，如果他能老实听话，我就护他周全，留作备用。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：你去运作吧，我这边没别的事了。好的，叶先生。史蒂夫说着，想起什么又赶紧补充道：对了，叶先生，我马上就要启程去华夏了，以后就长期在华夏负责我们家族的在华业务，新的总部就定在金陵，到时候我去金陵请您吃饭，您可一定要赏脸。瞧你说的。叶晨道：
你来了，应该我做东给你接风。什么时候到，提起跟我或者跟洪武说，到时候接风宴我一定到。好嘞，史蒂夫感激不已地说道。那就谢谢叶先生了。与叶晨结束通话，史蒂夫又拿起卫星电话，取消了线路静音。电话里，史蒂夫淡淡道：马特，既然你知道错了，这件事我也就不难为你了。电话那头的马特·芬克尔斯坦松了口气，激动得快哭出来，哽咽道：谢谢您，谢谢您的宽宏大量，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先生。史蒂夫道：对了，你这么着急想干掉塔瓦纳，应该是还有其他人给你压力吧？是，马特·芬克尔斯坦长叹一声，诉苦道：不瞒您说，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如果塔瓦纳知道的秘密公布出来，很多人会要我的命。史蒂夫笑了笑，想起叶晨的话，便开口道：他们想要你的命，还不是你们平日作恶多端，东窗事发了就开始狗咬狗吗？是，您说的对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不敢否认，只能老老实实认了。史蒂夫微笑道：我听你那边挺吵的，在飞机上吧。说实话，现在往外逃已经有点晚了，我倒是建议你回来纽约，我会让人护你周全。如果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曝光出那些秘密，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，我也能保你活下来。说着，史蒂夫推心置腹地劝说道：马特，你记住，当一群无恶不作的野狗都要被抓去安乐死的时候，野狗之间互相撕咬是没任何意义的。这种疯狂的做法只会让人们更迫不及待地把它们全部抓起来杀掉。所以这种时候，哪条野狗被人领养，哪条野狗才能活命。